好，來看到中國大陸對日本的最新制裁，就是中國一刀斷了日本的烏哦。包括呢，最新消息是日本的關東電化，還有它的中央硝子企業都確定永久停產了，也代表全球25%的六氟化鎢會瞬間歸零。對於日本，歡迎觀眾朋友來這邊做留言，跟我們做互動。如果您認為大陸禁了日本的鎢，可以對日本的半導體啊，或者是有關於稀土的方面，在它的軍工跟科技可以一命嗚呼來切斷日本的發展的話，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這個影響力現在還要再持續觀察，可以留言寫2。我們要來看到中國大陸近期加強對日本的這個管制措施哦，尤其就是針對於半導體的相關原料鎢了。好，這2家企業是最新消息，2家大陸的化學材料廠關東電化、中央硝子已經正式的通知了，包括台積電、三星、SK 海力士說呢，就在这個月的30號是他們的最後出貨日了，而7月1號開始，這2家企業就會永久的確定會停產了。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沒有鎢了，2家企業合計呢佔全球的鎢高達了25%的一個這麼高的一個量哦，所以呢，如果說它確定斷供的話，下半年的缺口至少會確認達到了2000噸。這麼高的一個數字，那沒有了六氟化鎢，接下來的影響又是什麼呢？包括了說沒有辦法生產這種7奈米以下的先進製程，還有呢 HBM 的產線也會停擺，最後是 AI 的晶片供應鏈也會面臨全面斷鏈的一個可能性的風險。特別要來持續關心到的是，剛剛是半導體產業的衝擊，接下來我們來看到對於科技產業有哪一些衝擊，包括了製造業的衝擊又有哪一些？住友電工它用於汽車跟飛機的加工的鎢呢，價格已經狂飆了60%。另外一家企業是三菱材料，它的硬材料的價格也暴漲，是原來的3倍。如果我們做一個整體上面的統計，光是2月到4月，中國對日本包括了碳化鎢、鎢粉的出口已經連3個月都是掛零了，等於是完全的都斷供給日本。而日本超過80%的鎢製品其實仰賴中國大陸的，更不要說這種高純度的材料的鎢哦，是90%完全的依賴中國大陸的。所以中國大陸一斷鎢，剛剛講到特別對於2家企業的衝擊，還有對日本的衝擊可能會有多大，包括了剛剛我們提到的關東電化、中央硝子等等，對於日本半導體產業恐怕出現危機嗎？戴老師怎麼看？當然是出現了危機，其實也會影響到韓國，也會影響到台灣啊。這個當然對美國的影響是更大的啊，因為美國是最上面的上游嘛。當然美國主要是設計，但是問題就在於美國的晶片一旦缺少了這些日本的這些原材料的供應，事實上它的晶片的發展也會出問題。日本是全世界風險意識最高的國家之一啊，整個國家，例如說，他們知道他們的國家本身在石油天然氣他們是比較不夠的，他們的儲存量就比一般的國家高。那他們在稀土這個部分啊，他們也知道他們本身的能力比較少，所以他們對於儲存量也比一般的企業高很多。那更何況日本跟中國大陸過去曾經有過這個矛盾跟衝突，那中國大陸也曾經對日本實施這個稀土戰啊，稀土制裁。日本也曾經用這個半導體的材料，例如說洗滌劑去制裁韓國的三星等等，日本也玩過這個啊，所以日本知道這個的厲害。日本本身也跟中國大陸產生這個矛盾的時候，日本本身也知道這個的厲害，所以日本的儲存量事實上是高的。可是現在的問題是在於從今年的2月、3月、4月都已經斷供了，那5月不用說了。對，所以對於日本過去來講，它儲存量是一般最少是6個月的，現在是完全斷供的。那完全斷供，有的是還有一些，有的是它本身的庫房也都用耗盡了。那這樣的情況怎麼辦？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啊！因為很明顯的高市早苗走軍國主義，自民黨也在往這個方向走的時候，那他跟中國大陸的緊張的關係一直沒辦法消解。就對於你可能用來生產軍工企業的這些鎢礦，那全部斷供。這第一個。第二個呢，就是日本也好啊，德國也好，或者是台積電也好，三星也好，他們事實上都是配合美國對中國大陸實施半導體的這個制裁。啊，例如說台積電的2奈米、3奈米的
先進的製程的晶片是不賣給中國大陸，也不幫中國大陸做代工，這樣的一個情形下，就等於是你是完全配合美國制裁中國大陸的話，那對大陸來說，它間接的從日本這邊來斷供，那不影響兩岸之間的情形下，間接的當然也影響到未來，也會影響到台積電。對。不過我覺得目前台積電還比較安穩的地方是在台積電的存量很夠。可是問題是在於能不能耗得住1年，其實我們懷疑。目前你看台積電的股價影響也不大，台積電對這方面也沒有表達它的焦慮跟緊張，主要是因為它儲存量很高。可是問題是1年、2年、3年之後，你除非美國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跟日本，也就是 G7 解決全世界的鎢礦的這個問題。不過我看要在1、2年內要解決，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未來很有可能就會衝擊到台積電跟三星了。那只是我在強調，現在台積電還老神在在，是因為他覺得他儲存量是夠的。好，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次這個中國大陸針對於日本的制裁，先是鎢嘛，那這個是第一招，已經影響到了這個半導體產業。那接下來恐怕怕這個隨着時間增加，對於更多的半導體產業的企業都會因此受到更大的影響。那另外一方面，大陸還卡關的不只是鎢哦，還有另外就是來看到是重稀土，包括了鋰跟鉻，那影響的當然就是日本的它一直要發展的電動車產業跟它的高端馬達。再來呢，會影響到中國大陸這個軍工的，就是會影響到日本的軍工的發展的，就是中國大陸還限制了20家他認為有涉入軍事的企業，會列入稀土的出口管制名單當中。那這20家企業也當中包含了三菱造船。那艦長怎麼看？現在看起來是從半導體一直到這個汽車產業，一直到軍工，恐怕都會被中國大陸鎖住命門嗎？艦長怎麼看？的確鎖住命門啊，也就是我們講到日本半導體的部分，我們剛剛講到關東電化工業以及中央消子，他們最重要的是需要這一個6氟化鎢，那它怎麼樣？也就是氟跟鎢到底它的需求是什麼？其實它是用氟气以及這一個鎢粉。那進行結合，那它是半導體的製程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氣體啊。那這一個部分，第一個也就影響了有關於半導體的生產。那第二個呢，也就是剛剛主持人有特別提到有關於汽車的部分啊。汽車的部分除了剛剛我們提到的有關於這個稀土的需要的話，另外還有一個重點，也就是我們講到說它的一個電動車的一個設計。其實遠遠落後於中國大陸，所以我們講到說汽車這個部分也同樣的，不能夠再繼續的像以往 Toyota 的這一個勢如破竹了。那 Toyota 在最近的一則新聞，我們所看到的，它海外減產的規模從原來的3.8萬輛，也就是38000輛，要提升到83000輛，也就提高了整整1倍有餘啊。那為什麼？因為競爭力不如人。那至於說軍工產業的部分，那也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稀土啊。那以鎢來講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啊，其實呢，鎢到目前為止，它真正的來源是這些工業廢料。那但是呢，如果我們來看產量的話，這個中國大陸是世界第一。那它的這一個第一，它的產量呢，如果在2024年的時候是67000噸，那第二名我們看到是哪裡？是越南，是3400噸。那第三名我們看到是俄羅斯，是2000噸。意思是什麼？意思是第二名加第三名還不如中國大陸的零頭啊。這個是為什麼？我們剛剛講到那2家公司，它直接的說我們永久的這個停業，因為他知道。那在短期間之內，它沒有辦法再獲得鎢的這種來源。那至於說我們剛剛講到軍工到底有多嚴重，就對於缺乏這一個有關於稀土的部分，我們看到啊，這是F-35戰機，它原來使用的是 APG-81的這種射控雷達。那這種多用途的雷達呢，現在它的前面交機的時候，它用的是什麼？用的跟大家在這一個運動中心所使用的配重塊一模一樣啊？為什麼？因為它沒有這一個雷達可以交貨。那這個為什麼呢？因為它缺乏了有關於稀土的部分。這個也就是方方面面的影響到軍工的部分。我們現在看到啊，
美國他們對於他造不出船來的問題，他想要採用外國設計的方案以及國外的造船廠來解決。那這講的是哪2個國家？其實如果我們看到前任的這一個海軍部長他的講法，也就是他講到他選擇的是韓國跟日本，但是選擇日本可以解決嗎？還真不能解決嘞。為什麼？因為我們看到除了我們剛剛講的原因，還有其他的原因啊。這是日經經濟它的這一個獨家報道告訴大家，其實它還缺乏勞動力啊，也就是日本少子化是很有名的啊。那當然现在已經被台灣超越了。那也就是它這麼少的一個人口，它如何的造出這麼多的訂單？它除了自己要用之外，像我們現在這邊看到的這個最上級的護衛艦，除了它自己要用，那它現在還要那個承制這個澳大利亞，那甚至紐西蘭也很有興趣，台灣也說我們也要加入，怎麼可能呢？我們講到的，無論從現實層面的稀土污都收，那以及甚至人都成了問題。那我們講到說，對於高市早苗來講，他的任期真的是指日可待。好，对，所以现在这个高市早苗在中国大陸的這個禁令之下，承受了非常大的壓力。剛剛講的重挫了日本的3大重要的產業哦，包括了這個日本的軍工產業、半導體產業跟它的電動車等等的產業。所以現在呢，日本也急着出招，趕快去請求其他的國家來一起做幫忙。那現在呢，高市早苗呢就去了 G7 的峰會，他就在這邊提議說呢，我們大家一起來做關鍵礦產的共同儲備。那另外呢，他也說呢，這個夏天會派團前往格陵蘭來評估在當地的稀土開採。日本自己也企業自己想自己的辦法哦，說呢要來做回收企業，把鎢回收，但是目前看起來回收率只有3成，遠遠的不足。那日本也積極的拉攏蒙古國要來做輕稀土的這個儲量，因為它在這邊是有18%的輕稀土的儲量，但是呢，現在還是卡在說開採啊、分離跟運輸的技術都還不足夠成熟。再來就是美國了，美國現在要重啟呢，在韓國這邊已經關閉30年的全球最大鎢礦，但是呢，我們知道這還要好幾年的時間才可以完成。楊老師怎麼看？跟得上速度嗎？用詩敏你剛才講到的一句話，我把它擴充為3句：緩不濟急，代價過高，然後呢，其實基本上缺口太大。那大概是上個禮拜吧，在中國的日本商會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業，就有一個請願啊，有一個就要求中國政府能夠開放對日本稀土的，就是解禁。那因為他們說，在日本呢，這個稀土雖然中國大陸是針對軍用的產品，或者是軍民兩用的，但是因為事實上很多是具有軍民兩用或軍民融合的這個特性，也就是說，你在這個飛彈裡面用得到的，可是你可能在電動車裡面也用得到。那因此，這整個管制的過程就很困難。那所以呢，基本上很多日本的企業、民間企業也拿不到。而且另外一個方面，日本比如說三菱重工那這個川崎重工，它其實也做軍用的，它也做民用的，所以就如果一個公司來申請，那當然你就不容易申請得到，那這個就會整個延後到日本的民間，這個很重要了。中國大陸其實是針對軍用的，而不是針對日本的民間。那你日本民間明確的來申請的時候，其實應該是可以得到，但因為它的本質跟這個日本本身的生產這個產業的特性所以變得很困難。8000多家日本企業，就是說，請中國大陸更清楚的把這個管制的流程呢做釐清，那他們好來因應。可是問題的關鍵就是你高市早苗做這個做法。那高市你剛剛提到這些這個作為這3個作為，它大概分成：第一個去找新礦，去挖礦，但你挖礦容易啊，煉礦難。對，煉礦裡面不講環保。光講個技術跟製程，就中國掌握的，那要多少時間？緩不濟急。那第二個呢？日本在做叫做 urban mining， 這是什麼？就是回收。日本有很強的這個回收的技術，我們台灣有好幾家，就是從比如說手機裡面可以回收黃金，對，這個技術其實是不錯。可是呢，它基本上
這個缺口太大，你找出來的這些回收出來的東西啊，不敷使用，所以缺口太大，遠遠沒有辦法提供實際上工業上的這個需求。那日本也另外一個怎麼做呢？就是說我乾脆更長遠的規劃，去風險化。這個詞大家好久沒聽過了哈，因為拜登政府提嘛，叫 de-risking，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去找中國加一到國外去找一個新的供應鏈，從礦產各個方面弄出來，那你就曠日費時了。那你到什麼時候去？然後再加上這個礦本身的技術跟就是整個環保的問題，所以這整個東西你最後只是得到一個心理安全保障，可是你永遠沒有辦法跨越那個物理限制、物理結構的限制。所以我覺得高市政府，甚至整個西方的政府，要面對稀土跟這個稀有金屬的問題要跟中國大陸好好的去溝通、去相處，正確的政策才能夠確保你自己本身產業的發展。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